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赵丽颖4部电影零提名金鸡奖入围名单。9月26日，第38届中国电影金鸡奖评委会提名名单揭晓，网友惊讶发现，赵丽颖的4部电影《浴火之路》、乔妍的新式向阳花、酱园弄全在评奖期，但结果金鸡奖却是零提名。第38届金鸡奖提名名单中，赵丽颖主演的乔妍的新式《浴火之路》、向阳花、酱园弄悬案均未获任何提名。同期其他85花如杨幂、倪妮主演影片同样零提，形成85花集体缺席现象。赵丽颖、乔妍的新式零提，有观众认为乔妍的新式题材深刻，悬疑加女性成长，演技扎实。赵丽颖新直蕾双女主落选属于爆冷。票房实际，2024年至2025年4部主演电影全部盈利，其中乔妍以冷淡无票补实现1.51亿票房，被业内称为文艺片盈利样本。赵丽颖拥有飞天视后、金鹰双杯视后、百花女配、金鸡女配提名等主流奖履历，转型电影仅1年获此成绩，被部分媒体视为超预期。导演黄建新提及，2025年仅不到10部电影盈利，赵丽颖连续4部盈利，被视作扛票房能力佐证。业内报告将其列为性价比演员，中小成本项目回本能力受资本青睐。对比奖项逻辑，金鸡奖偏重艺术性及技术表现，票房非核心指标。例如向阳花女配兰西亚演技获赞但未提名，印证评选标准与观众期待错位。85花集体零提，折射出行业断层，奖项倾向实力派演员如咏梅、惠英红或新锐面孔如段奥娟、黄子琪等，市场则依赖头部花旦扛票房。赵丽颖恰处于三派观点的交汇点，她用票房证明商业价值，以好秀评收割奖项，却因乔妍落选暴露了文艺片在主流奖项中的边缘处境。这场争论或许终将沉淀为一个启示：当电影工业步入存量竞争，多元成功的标准远比一座奖杯更值得被看见。乔妍的新4金鸡奖零提，众所周知金鸡是技术奖，基本不看票房，只要演技表现亮眼就行。但赵丽颖4部电影都没提，我还是震惊了。赵丽颖4部作品零提名，这剧情比电影还跌宕起伏。金鸡的评委，你们确定不是在拍《无间道》吗？演技这么好，都不给个提名，你们是怕咱们影宝拿奖拿到手软吗？2. 金鸡奖故技重施，最佳女演员公布，恶心的一幕又将出现。金鸡已无力撑起百花残，水漫金鹰让玉兰渐渐凋谢，飞天又染上了禽流感。这次金鸡奖的安排真让人摸不着头脑，演技一流的大牌老演员反倒成了陪衬，那位几乎没人认识的歌手却有望抱走最佳女主的奖项，真让人觉得匪夷所思。现在的娱乐圈似乎变得挺随意的了，只要喊一声拿奖就能抱走，这奖设个啥用啊？每年那评委们都搞个样子，投个票，实际上也就是走个过场，估计早就暗中定好结果啦。去年李庚希击败马丽，贾玲拿了奖，和宋佳、咏梅站在同一水平线上，这样的成绩真的是凭本事挣来的吗？这话说不出口，估计会笑掉大牙。一直听人说影视圈快的进入冰冻期了，这会儿可算是真切体会到了。一个1年都没怎么露脸的小伙子，就凭着还没上映的那部作品竟然被提名了，这事儿听着真有点扯淡。作品还没上，演员先提名。段奥娟这个名字或许大多数人还不太知道，不过这次却是她拿到金鸡奖的提名，当然感觉像是已经被安排好了似的。以前娱乐圈里的资本还会讲点底线，至少会有点脸面，但如今的资本市场实在太嚣张了，
好像根本不在意什么脸面似的。一看到最佳女主角的提名名单，顿时觉得眼前一阵晕晕的，差点看不清了。宋佳和咏梅都被大家公认是硬实力派，他们演过的作品基本都能让人放心。不管是出走的决心还是好东西，这2部作品都聚焦于女性题材，挺符合现在市场的口味的。也就是说，这部电影的题材本身就特别吃香，再配上主演的演技，那简直是2大优势叠加，稳稳的是个炸弹牌。咏梅和宋佳能跻身其中，算是预料之中，但再看那剩下的3个，真是让人难以评头论足。第一个的提名的人是魏诗雅，她拿到提名的电影是《破地狱》。虽然整体来说这部电影还算可以，但是说魏诗雅在里面的表现还没达到真正算演技好的水平。从她的表现来看，能力还需要再多些锻炼，要是真的凭这水平拿到最佳女主角，还真有点为马不懂刹车的意思。但愿人长久这部作品本身就没啥亮点，也没有啥不足之处，说不上有什么值得称赞的地方。靠这部电影拿到提名的徐海鹏，说实在的，根本看不出他像个大明星，更像个刚闯入圈的小演员似的。要讲演技和整体发挥吧，反倒不如一番里面那个小女孩表现得出色。在北欧那边被提名的徐海鹏，第2个戏份倒是挺多的，可要说有啥特别亮眼的表现，实际上也没啥突出的地方，长得普普通通，演技也谈不上多出色，全题来说还差点意思。这2个还算凑合，至少也有点作品在，不过第3位可是真跑偏了。第3个被提名的是段奥娟，她靠选秀出身，主要身份就是歌手。一看到她的名字出现在名单上，网友们都觉得金鸡奖有点搞笑。段奥娟的电影还没上映呢，名字倒先出现在金鸡奖最佳女主角的名单上，这不是把金鸡奖当玩笑吗？更别说这还是段奥娟第1次担任女主角，居然就被提名了，还挺有希望拿奖的，搞得让人觉得有点难以相信。再现黑幕，如今对段奥娟的重点照顾，感觉像是在重演去年李庚希的那场戏。在赵丽颖、秦海璐、马丽、惠英红这些大家都公认的实力派明星面前，20出头的李庚希竟然意外拿下了金鸡奖的影后，真挺让人惊喜的。这可把关注颁奖礼的网友们气得不行了。据说一宣布李庚希拿了影后，台下就传出了黑幕什么的叫喊声。的说，自从金鸡影后这个奖项出来，曾经的得主可是个个厉害啊，比如张瑜平《庐山恋》，潘虹演的《人到中年》，斯琴高娃的《骆驼祥子》，宫雪的《大桥下面》，刘晓庆的《芙蓉镇》，陶虹的《黑眼睛》，还有宁静的《黄河绝恋》，这些经典作品和他们比起来，李庚希还差点意思，没达到那个水平。那会儿资源咖跟李庚希金鸡影后都冲上热搜，引来不少网友调侃。李庚希虽然摘得了奖，但这奖的分量其实不算太重。网友们的骂声接连不断，觉得李庚希这个奖拿得太轻松，让人真觉得难以相信。关于李庚希后台实力强的说法，也是一波接一波的涌出来。李庚希一出道，资源一直都不错。第1部上映的剧是徐静蕾监制的《同学2亿岁》，从那之后就一直在娱乐圈里打拼。跟那些科班出身的不同，李庚希是从美国退学之后回来的。拍完那些同学之后，李庚希去试了北电和中戏，也就是说，遗憾没能成功考上。仗着有靠山，李庚希走得顺风顺水，他背后有人撑腰，所以他的资源总是挺不错的。凭借《漫长的季节》里的女主演表现，赢过樱桃，成功入围飞天奖视后，之后又战胜马丽拿下了那个奖项。不过他的表演一直有争议，总觉得演什么都类似，缺少那种让人眼前一亮的感觉。在这种情况之下，李庚希竟然还能拿奖，
难免让人怀疑是不是有幕后操控的成分了。章子怡、赵丽颖、杨幂成陪跑。去年李庚希就已经有人提出质疑了，就连金鸡奖的公正性都被怀疑，今年又会不会重蹈覆辙呢？章子怡的酱园弄一直都挺有人气的，评价也都挺不错的，基本可以说是冲奖的热门话题。国际章这名号不是白叫的，没有几个像她一样敢说章子怡的演技不好。毕竟人家早早就凭实力站稳了脚跟，名气也是实打实的。这些年她的作品不断，演技也一直很到位。有些人批评她年纪大了还演年轻女孩的角色，但没人说她演技差。要是章子怡都比不过段奥娟，这就像是在比石头和钻石，根本不是一个档次的。再看看赵丽颖，连着拿了2个奖，最近这些年她的实力终于被大家瞧得清楚了。赵丽颖虽说不是正统科班出身，但这些年在演技方面的表现，大家都看在眼里心里。从《还珠格格》到第20条，赵丽颖的口碑一直不错，演技也在不断尝试新的领域，范围越来越广。以前她还只是个天真无邪的姑娘，结婚又离婚之后，就慢慢开始演一些农村妇女，甚至还演过聋哑人角色。凭这份履历，要赢得最佳女配，基本把握10之8九了。至于杨幂，虽然以前的角色差不多，但在《长安的荔枝》里面，她的表现还是挺出彩的。这3位不管拿出来哪个，都是铁定的实力派人物，要让他们3个陪段奥娟跑，不光观众这么觉得，估计段奥娟自己都觉得不够资格吧。就像张雨绮曾经说过的那样，没有几部能算得上拿得出手的代表作，站在台上难免会觉得紧张不安。如果今年的金鸡奖照旧沿用了之前的套路，那这个奖恐怕真的变成笑话了。